谭健次，电影是他最好的生日礼物，震耳欲聋，值得一个奖杯。很多影评人可能没想到，这个国庆档最大的惊喜是谭健次。今年的国庆档不仅是谭健次的生日，也是他主演的电影《震耳欲聋》全国上映的日子。一个演员迎来生日，一部作品迎来首映，这场双重登场让谭健次的名字再次被聚焦。而这一次，他不靠颜值，不拼流量，而是凭着极具爆发力的表演，反差拉满，演了一个游走在善恶两面的灰度人物。他不是那种伪光正的假人主角，而是矛盾、复杂，充满了国产片里少见的活人感。我每天都说话，没有人听得见。尤其是那场长达4分钟的电梯戏，一镜到底，理想与欲望的挣扎，良心与野心的对峙，情绪的爆发，把人性的多面诠释得淋漓尽致。就跟条狗有什么区别？就是被当狗当够了。我以前在地产所，那才叫一条狗。我现在就想像一个人一样站在32楼，大声说话。要怎么了？我就是好经济，怎么了？谭健次用极具张力的演技，将角色演绎得收放自如，深入人心。每一个微表情都值得细细品味。李琦醉酒哭诉那场戏，为了呈现出最好的状态，谭健次在开拍前就把自己喝到微醺。结果入戏太深，被面前的大石阶绊了个4脚朝天，他却顺势爬起，继续讲台词。导演没有删，反而成了全片经典。哎呀，从我出生那天开始，我每天都说话，但是没有人听得见。我忘记了，就别客气，我没有错。还有最后一场法庭戏中，谭健次需要一边打手语，一边陈述台词。而且手语传递的内容和口语不同，为了不让观众出戏，他必须兼顾同步、节奏和情绪的平衡。连专业手语老师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谭健次用自己擅长的舞蹈节奏记忆法，实现了左右脑互搏式的表演，完美呈现这场高难度戏，令全场工作人员心服口服。再继续调查其他聋人购买启航金融产品的事情，被告早就在预谋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当初在收到剧组邀请时，谭健次就被《震耳欲聋》的剧本深深吸引。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形象更贴近角色，他在影片开拍前，每天都会前往旅社打卡，撰写诉状，并与聋人群体融入在一起，感受他们的生活，学习他们的语言，把自己要用到的所有手语全部学会。可到电影正式开拍时，导演却已经将剧本改了一大半。为了能够随时调整状态，谭健次就重新开始学习手语，将这项技能刻进了自己的 DNA， 让双手成为他的第2张嘴。正是这种对角色认真的态度，才让观众狠狠共情，仿佛他不是在演李琦，而他就是李琦。难怪黄晓明都高调喊话，期待他能拿影帝。太了解他，他真的是一个好演员啊！他能有今天，完全就是他的演技、他的努力、他的人品、他的做人做事，所以我很喜欢他。这个电影怎么说呢？期待着你这个拿影帝。我当然希望我能够碰到奖杯，但是我不希望我甚至不希望我自己那么早能碰到奖杯。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真的能承载得了那个奖杯的时候再去碰它。我觉得他最难能可贵的是，并没有热衷在各种所谓的大项目里面，尤其是大投资电影项目去凑热闹，而是很认真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角色，脑子很清楚，很会挑项目，很有格调的演员。就像在国庆档的这些影片里面，《震耳欲聋》应该不算是特别大的制作，但是这个片子里面的角色跟谭健次的匹配度是很高的，他把人物的挣扎和内心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完全没有让人觉得是在炫技。演员用自己作为工具，把这个角色立了起来，和影片有非常强烈和清晰的交流感。我觉得这个角色就值得承载谭健次一个奖杯。当然，我之所以觉得谭健次有希望通过这个角色拿奖，不只是因为他演技好，更因为电影本身也够好。因为电影从来不是一个演员的独角戏，它是导演的艺术，是一个团队共同的作品。除了不说话的爱与独一无二之外，《震耳欲聋》是2025年第3部聚焦听障群体题材的电影，也是这类题材里纵横相对比都拍得最好的一部。所以就有人说这部电影俗套，《震耳欲聋》
虽然讲述的是一个常见的题材，但凭借细腻的叙事手法、深刻的文化表达和真诚的创作态度，成功跳脱了俗套的框架。影片的结构设计是关键所在。这部片子表面上讲的是聋人遭遇金融诈骗的故事，但它的表达远超事件本身。想要正义，只能自己为自己争取。只有我们能发声。影片以哑巴为核心意象，指向那些在社会制度与权力面前失去话语权的人，也包括为了利益或自保而选择沉默的人。通过这部电影，很多人，包括我在内，第一次听到 CODA 这个名词，也第一次了解到它的含义——聋人父母的听人子女。影片取材于真实事件，讲述了一位 CODA 律师打赢聋人反诈案的故事。男主角里奇出身底层，是地摊所的小律师，但在向上攀升的过程中，也逐渐学会忽略弱者，甚至参与不公。影片由此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往上爬，你就要装聋作哑。李律，咱们合作一把。我肩负着保护弱势群体的使命。对里奇来说，先吃饱饭比吃饭的姿势更重要。一只蚂蚁正在地下室刷，楼上没有人听得见。崩溃时刻，他也曾大声质问这个世界：不想让自己让别人看得起我，我有错。然而，当一只脚踏进欲望的泥沼，他与诈骗犯金总之间只剩一步之遥。同样是 CODA， 金总用了解骗取信任，为聋人量身定制骗局。残疾不残疾不重要，贪的人太多了，连死都有。于是问题来了，是继续泯灭良心，纸醉金迷，成为下一个金总，还是选择帮助血脉相连的聋人群体找回真正的自己？有人开不了口，有冤难诉，我也说我有个要吧。有人生来健全，却装聋作哑。震耳欲聋的不只是声音，而是良知的挣扎，沉默的呐喊。真正的强大不是搬进高楼大厦，而是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仍然保有信念与勇气。这个世界不会有救世主，只能自己做自己的英雄。更难得的是，电影对听障群体的塑造不是同情或怜悯，而是平视与尊重。他们也是普通人，有喜怒哀乐，有自己的小心思，也期待生活变得更好。每一个寥寥几笔的小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，他们不是等待救赎的符号，而是复杂、矛盾、鲜活的人。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电影，它关注到中国超过2780万听力与言语障碍人士，但手语律师却不足30位，聚焦他们的电影少之又少。而这部作品恰恰让人看到更多沉默的群体，这难道不是值得被看见、被记录、被鼓励的题材吗？要知道，一部好电影的确能触动很多人。正如影片主旨所说，再微弱的声音也要勇敢发声。